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说到日本移民、日本签证，有两个词，相信大家一定都听得非常多了。一个词就是在留，另外一个就是签证。有很多小伙伴一听到这些专业名词就头大想到我要申请这些要准备很多的资料，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日本的在留资格是什么签证又是什么。我如果想要移民日本的话，是不是两个都需要办理办理这些都需要什么资料办理的顺序是什么相信看过本期视频之后，大家一定会对办理日本在留和签证的流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会再觉得云里雾里了。首先的话如果说提到签证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首先我们要去外国旅游或者生活，首先肯定要申请的就是签证。有了签证之后国内的海关才会放行，国外的海关才会让我们入境。而在留资格其实就是这张纸，也就是日本法务省针对长期在日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外国人颁发的允许入境的一个许可证。需要在日本停留3个月以上的人，在入境前都是需要申请在留资格的。有了在留资格，才可以申请日本的入境签证。所以说我们要去准备在日本长期生活的话首先就是要申请日本的长期在留资格。有了在留资格之后，再去申请日本的一个签证。那么下面的话就向大家介绍一下申请的一个具体的流程，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首先第一步，我们是需要向中介机构提交资料，申请日本的一个在留资格。如果是留学的话，就是留学的在留资格；如果是工作的话，一般是技术人文知识国际在留资格；如果是开公司的话，那就是经营管理在留资格。如果是投靠亲属，一般是家族滞留在留资格。在留资格的审批需要我们通过各种中介机构去进行申请，原则上是不接受个人申请的。在留资格是日本法务省审批的，一般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留资格申请需要的资料，根据在留资格的不同，材料也有不同不过一般都需要提交的是护照、身份证、户口本、收入证明、在职证明等等。具体大家可以在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网站上找到所需要的资料我也会把这个链接贴在视频下面，大家可以自行点击了解。在留资格从提交到审批成功大概是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计划的话，还是要提早实施如果审批通过的话，我们就会拿到一张就是这张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就是这张纸在这张证明书上会有几个关键的信息首先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国籍其次在下面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在日本的目的比如说我申请的是留学的一个在留资格，这里就会写上日本语言学校的名字下面的话就是在留资格和在留时长我这边是留学，时长是1年3个月最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些注意事项主要是说这个证明书不能作为入境日本的证明，我们还是需要额外去申请入境签证。另外就是这个证明书的有效期是3个月，要在3个月之内去申请签证所以说我们在拿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之后，要在3个月内申请日本的入境签证请注意一定要在3个月的时间之内申请，因为在留资格认定书的有效期就是3个月，超过这个期限的话就需要重新申请了。接下来是日本的一个签证，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或者说是领事馆去审批的，一般提交申请之后2周之内就可以有结果，还是比较快的一般如果说持有这张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话，签证基本上都会获批的除非是发现你申请的资料有假申请签证的资料大致和申请在留资格的资料是一样的大家只需要提交申请在留资格时准备的那些就可以了不同的是一定是要提交这张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只有了这张证明书才可以去申请签证拿到签证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入境日本了
签证上面的话也是有效期的，一般是3个月，所以我们必须在3个月之内入境日本，不然签证也是会过期的，需要重新申请。到了日本之后，我们在机场海关那边提交我们的护照出示签证，然后还有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这2个东西，机场的工作人员就会现场为我们制作在留卡。在留卡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日本的身份证是非常重要的，需要随身携带。如果说我们申请的是留学签证，或者说其他的非工作签证但是我们打算在日本打工兼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提前准备好一个文件，就是这个资格外活动许可申请书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张 A4 纸，我们打印出来填写一下自己的出生日期、姓名、性别，签一个名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机场入境的时候，把这张纸还有护照、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一共是3个资料一起提交。接下来机场的工作人员就会在我们在留卡的背面这里去盖一个章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日本打工兼职了。如果说没有这个章的话，是不可以在日本打工兼职的。需要注意的是，兼职的话，每周的工作原则上是不能超过28个小时的，也不能在风俗行业去工作。另外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在机场拿到的在留卡是只有正面是有内容的反面的地址栏是空白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到日本居住地的市役所去进行登记如果说刚来日本不会日语也没有关系的，一般市役所都会有中文服务，我们只需要在市役所的叫号机上去取一个多语言相谈的号，就会有中文的工作人员协助我们去办理。在留卡的地址登记是需要在入境日本的14天之内进行。在留卡登记完地址之后，入境日本的所有手续才算全部完成。接下来的话，所在地的市役所会把我们的医疗保险证寄给我们，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享受和日本人一样的医疗福利了。那么以上就向大家介绍的日本的在留和签证办理的一个大致的流程，以及办理过程中需要准备的资料，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如果大家还想要了解更多的日本签证办理，想要了解更多的日本生活和文化，那么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了。那我们下期再见。